神仙普遍存在3个地方：天界、人界、地界。天界毫无疑问就是天庭，人界就是凡间，其中有3仙。凡间还有一处地方，就是西天掌管的灵山，而地界就是地府。而地府里的一些官职已经不能称之为鬼了，比如说黑白无常、阎王爷，这些可都是在仙册里。传统的神仙有很多，每个神仙体系均不相同，所以我们就按照神仙的体系来看一下，到底谁的地位最高，谁的威望最大，谁的武力值最高，3界神仙谁实力最强，列出一个前5的榜单。关于地位，这个排名并没有把三清放在其中，因为三清的地位实在是太高，没有办法对比。首先我们说下第5名是镇元子。镇元子生活在凡间，而且无门无派，也被称之为地仙之祖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大家可能都有印象，孙悟空师徒推翻了他的人参果树，究竟这元子为何能进入前5呢？很大原因就是他这棵人参果树。我们都知道，和人参果类似的还有蟠桃，蟠桃种植在天庭，自然没有人敢去闹事，而蟠桃的功效就是增加寿命。而人参果呢，人参果可以增加些许寿命，但是没有蟠桃加的多。不过人参果的主要功效可是很厉害，那就是增加修为。对于神仙或者修炼成精的妖怪来说，寿命远没有修为诱惑大，所以镇元子无门无派，没有背景，却有这种宝贝，肯定让许多人眼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参果树还在镇元子手中，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：镇元子实力不容小视，个人感觉胜过玉帝如来。镇元子的级别非常高，级别高的人一般不会亲自说有多高，而是让别人来说。这与孙猴子的逢人便吹俺老孙500年前如何如何是不一样的。镇元子的级别是由他的徒弟清风、明月报出来的。唐僧道：仙童，你武装观真是西方仙界，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猪仔，只将天地2字侍奉香火？童子笑道：不瞒老师说，这2个字上头的礼善还当，下边的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，是家师傅阐宁出来的。三藏道：何为阐宁？童子道：三清是家师的朋友，四帝是家师的故人，九曜是家师的晚辈，元辰是家师的下宾。三藏道：令师何在？童子道：家师元始天尊降简请到上清天弥罗宫听讲会员道果去了，不在家。2个1000多岁的小道童如此讲师父，那猴子显然不服气，以为道童在扯淡。然而镇元子确实有这地位，从《西游记》可以看出，这镇元子与如来弟子金蝉子相知，菩萨也让3分，则其辈分在菩萨、太上老君之列。据上清灵宝大法，三清为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，最高神称元始，说明了中国的神品极高的一个标准，便是谁最老。元始天尊既然是宇宙的原始，所以他在道教看来最厉害。而镇元大仙的名号里也有一个元字，又称作地仙之祖，则他也算得上是最久远的了，所以他可以和元始天尊一个级别。第4名紫薇大帝，虽然在传说中并未出现紫薇大帝，不过出现了他的转世，他就是李世民。李世民转世后记忆被封印，不过神仙们可是知道他是谁。李世民阳寿到了，被鬼差带往地府，把阎王吓得直流冷汗，赶紧又给李世民加了20年的寿命。而李世民统领的大唐国土方圆千里，没有一只妖怪敢步入。而紫薇大帝身为4御之首，就算是玉帝见到他也要恭恭敬敬的。紫薇大帝在道教和佛教诸天当中都是中年帝王相，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年人。作为道教的4御之一，紫薇大帝的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，真正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然后小编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在道教的神仙谱系当中，最高的神是三清，他们分别指的是玉清大帝元始天尊、上清大帝灵宝天尊、太清大帝道德天尊。这3清有4位帮助他们的神仙，就是玉皇大帝、紫薇大帝、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帝制。紫薇大帝是除了玉皇大帝以外，
在民间人气很高的人物了。他执掌天经地纬、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掌握着40节气。要知道，在古代我国是农业社会，做商人的很少，基本上都是种地养家糊口。掌握40节气的神可以说是真神了，基本掌握着农业的命脉啊。在古代有很多人会夜观天象，也就是观察星星的走动，北极称之为北极星，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枢。北极星居住在紫微垣之内，北极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很重要的一颗星星，也说明了古代的人对于紫微大帝的重视。第3名菩提祖师，他也就是孙悟空第一位师傅，身份成谜，实力成谜，名字是佛教的，却开了一个道观，佛道通吃，最强的还是短短3年，把不会识字的孙悟空变成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可想内力深厚。而如来有着3界第一眼睛慧眼，菩提就在他眼皮底下，他都没发现，这也就说明菩提比如来的修为要高不知多少倍，所以菩提排在第3位。第2位燃灯佛祖，燃灯佛祖就是西天最厉害的佛，不过在近代书籍中有过他的身影。毫无疑问，他是西天的老大，出生就有一香伴随光晕，还有一只半生坐骑白象。而他的厉害之处就是对修炼的理解已经快接近到本质。有一次三清找他，轮到一个佛家中人，肯定对道没有三清了解呀。不过燃灯一开口，把三清也吓住了，他的理解三清听了也头头是道，所以把他排在了第2位。第1位后土娘娘，皇天后土，天和地是对立的，天由他人掌管，而这地就由后土娘娘掌管，可见后土娘娘的实力。后土娘娘一直待在地府之中，而地府的本质就是后土娘娘创建的，比如说轮回，还有6道、畜生道等等。后土娘娘的记载太少了，但有一点，后土娘娘能创造出来6道轮回，最少半步脚踏入了圣人界。大家可能会问，还有三清、太上老君、盘古等等呢？这些也其实考虑到了，但是他们的实力已经是圣人界了，所以压根就不用排名。要不然榜单前3都被三清占领了。而后土娘娘之所以排进去，我认为后土娘娘应该没有三清、盘古等人厉害的，但是在圣人之下，后土是第1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